真的是太可怜了。只因女人干完农活回家，看到丈夫和狐朋狗友只顾着大口喝酒，家里孩子也不管，农活也不去帮忙，于是向着丈夫宣泄了几句心里的不满，竟被丈夫拳脚相向，将其殴打一番，全然不顾孩子的哭喊劝阻，发着酒疯般的把老婆孩子赶出了家门，并叫他们滚得越远越好。珍妮受够了这样的家暴生活，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着想，也只能含着眼泪带着孩子脱离苦海。毕竟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，一路的跋山涉水，披荆斩棘，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此时天空还不作美，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，仿佛在嘲笑着珍妮一般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病痛专找穷人来。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了，只能临时搭建个紧急避难所，好让今晚有个地方能落脚的同时，还能度过现在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环境。好在附近就有着许多的竹子，珍妮将它们固定成稳固的三角形结构，随后找来大片的树叶，将其覆盖在三角形的框架上。为了保持身体上的干燥，地面也是一样需要铺设上树叶，这样才把潮湿的地面隔离起来。当做完这些，而母3人才算有了一个落脚点。虽然珍妮此刻的心情很糟糕，但是还在不停地安慰着孩子，哪怕现在的日子再辛苦，但是有了你们，才有了家。一想到这里是茂密的草丛，是野生的辣条们最喜欢待的地方，顾不得停下休息的珍妮就开始清理起来周边的环境，同时还不忘继续加固屋顶，防止晚上休息的时候漏雨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看到母亲独自一个人那么劳累的干活，懂事的大儿子自觉的也加入其中。虽然自己年龄还小，没什么力气，但是能帮母亲减少一点劳累，那么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随后珍妮找了几块石头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灶台。由于被赶出来时走的匆忙，锅碗瓢盆那些全都没带出来，自己少吃一顿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孩子还小，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。无奈之下的珍妮只能收拾好行李，带着孩子走下大山，看看有没有好心人能援助一下自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听完了珍妮悲惨的遭遇后，同情的老奶奶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将生存的一些必需品借给了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好好的生活下去。困难只是暂时的，只要努力的度过这段时间，春天总会到来。由于还要需要准备生火之类的木柴，懂事的大儿子轩轩接替了找食物的重任，背上了竹篓，拿上镰刀，带着弟弟义无反顾的就出发了。虽然自己的年纪还很小，但是轩轩已经很懂事了，他能体会到母亲的不容易。好在这一片地区他还算熟悉，知道哪里会有根茎类的食物。身体瘦小的他还没什么力气，很简单的事情只能靠2兄弟齐心协力的去完成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看着2兄弟年龄还这么小，本该是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，但却要如此辛苦的去干活，真的叫人太心疼了。一路跌跌撞撞的兄弟俩相互搀扶着，终于回到了临时的家里。担心孩子太辛苦的珍妮赶忙取下了孩子身上的竹篓，接着马不停蹄地开始生火做饭。轩轩在一旁也没闲着，在慢慢地清理着刚刚获取到的食物。这种根茎类的食物虽然本身没什么营养价值，但是好在还能填饱肚子，而不至于让肚子空荡荡地度过一个晚上。等到食物都煮好的时候，天也已经很黑了。好在今晚他们母子3人还有个落脚的地方。第2天一大早，珍妮带着孩子吃了昨晚剩下来的食物，并打包好所有的家当后，她打算换个居住的地方。这里的位置并不好，四周都是杂乱的野草，并且还会隐藏着许多的野生辣条，地面还很不平整，睡起来浑身的腰酸背痛，像是被人殴打过的一番。无奈的母子3人只能继续的流浪，背着厚重行囊的他们步履蹒跚。好在徒步了10几公里之后，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地方。这里的地面开阔平整，周围还有着大量的搭建材料，关键还靠近着水源，这样日后生活起来也能方便许多。将地面打扫干净一番之后，珍妮打算在此次带着孩子安家落户了。住处不需要太豪华奢侈，只要能给孩子们一个简单的家，一个简简单单的避风港就很满足了。懂事的孩子们也一直在帮助着母亲，帮着测量家的尺寸，帮着处理搭建家的材料，帮着母亲挖掘地面的基坑。哪怕是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是这样一步步搭建出来的家，才更加的有家的味道，才更加的充满幸福和爱。珍妮带着孩子2人开始搭建新家，想要给孩子打造一个全新的家，只为了让孩子能脱离以前家庭暴力的阴影，并重新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。尽管搭建的材料很沉重，但是珍妮也只能暗暗的咬牙坚持。幸好大儿子轩轩比较懂事，哪怕目前还没什么多大的能力，他也在一点一点的帮助着母亲，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将柱子搭建出庇护所的框架后，珍妮将竹子片成了大量的竹片，作为搭建屋顶的材料。轩轩虽然还小，但是也没闲着，一直在默默地帮助着母亲，真的是太让人感动了。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懂事。
好在所有的事情都在顺利的进行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屋顶框架也已经搭建完成了。为了孩子们今晚不露宿荒野，劳累的珍妮又马不停蹄的去收集搭建屋顶需要的棕榈叶。这种树叶虽然防水性能很强，但是树干上长满了倒刺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折得满手都是伤口。母爱从来都是最伟大的。将叶片平整地铺设在屋顶后，打造的新家总算是能遮风挡雨了。由于新家还需要继续的搭建，找食物的重任又落在了轩轩的身上。被家暴男赶出来的时候，1分钱都没给他们母子3人，身无分文的他们只能在野外摘取一些野果去集市贩卖，看看能不能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，用来补贴家用，改善生活。兄弟2人一路跌跌撞撞，相互搀扶着，每当累了就停在路边休息一下。好在镇子附近的人家都听闻了母子3人悲惨的事情，都在默默地伸出着援助之手。很快野果就被一扫而空了。虽然他们还是年龄很小的小朋友，但是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处境，顶住了玩具的诱惑，采购了一些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后，便径直地往家里走去。回家的路途虽然很遥远，但是想到母亲还在等待着自己的平安归来，兄弟2人的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等待着孩子的珍妮这才放下心来，孩子的晚餐终于也有着落了。今天的珍妮打算继续完成新家的搭建。现在的新家除了能遮风挡雨之外，其他的一些庇护功能都还没有。附近的山上有着许多的竹子，用它来搭建新家再合适不过了。小儿子圆圆的年纪还很小，担心他来到深山会有危险，只好先把他留在新家。大儿子轩轩已经是一位小大人了，自告奋勇的来帮助着辛苦的母亲。母子2人艰难地将竹子搬下山，尽管他们此刻很辛苦很劳累，但是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靠着强大的意志力一点一点地往山下挪去。母子2人的分工很明确，母亲负责继续搭建新家，轩轩负责照顾好弟弟，然后一起外出寻找食物。身无分文的他们也别无办法了，只能双手祈祷在野外能找到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但是哪个孩子不是迫不得已的呢？不顾浑身肮脏的轩轩，顶着烈日炎炎的大太阳，双手不停地在泥塘里摸索着，哪怕只有一点点获取食物的机会，也不会放弃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今天的午餐终于是有着落了。轩轩真的是太棒了。有了食物的兄弟2人，回家的步伐都不由得轻快了许多。母亲珍妮看着这么能干的轩轩，心里欣慰的同时又很心疼。看着浑身脏兮兮的儿子2人，当即决定带着孩子去清洗一番，享受着难得清闲的亲子时光。简单的进行午休之后，珍妮打算加快搭建的进度了。毕竟这4面通透的新家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万一遭受到野猪的突然袭击，到时候就算是哭也无济于事了。珍妮先是用竹片穿过结构柱，形成墙体的主要受力结构，随后将竹子劈砍开来，就能以正反交替的方式卡进框架了。这种方法简单实用，还带点美观。不过最重要的是让他有了安全感。轩轩这位小大人也没在一边闲着，虽然自己还没什么能力，但是能帮助母亲一点就是一点，这样就不会让母亲自己一个人那么劳累了。母子3人齐心协力地搭建着新家，这场面真的太让人热泪盈眶了。将新家的地面打扫干净后，母子3人开心到蹦跶了起来。他们终于有了新家了，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资本。此刻的他们应该很高兴很幸福吧。从被家暴男赶出家门，到现在把新家一点一点的搭建完成，虽然现在还家徒四壁，但是也已经彻底的脱离了家暴男。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辛辛苦苦把新家搭建完成的母子3人，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生存的资本。下一步就该考虑生活方面的问题了。为了不让孩子生活得过于困难艰苦，坚强的珍妮打算去野外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收获到一些野外的食物，去镇子上进行贩卖，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。好在这里的野外物产资源还算丰富，野生的木瓜树虽然长得有些高，但是只要制作出恰当的工具，就能有不错的收获。野生的木瓜个头又大又甜，相信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沙姜在当地是很好的配料，这样就能省下一些开销了。看着对野外如此熟悉的珍妮，她应该不是第一次被赶出门了吧？好在这回彻底的摆脱了家暴男。荒无人烟的野外常年无人涉足，物产资源丰富无比，仅仅只是一会儿的功夫，珍妮就收获了满满一竹篓。为了能让2个孩子过上好一点的生活，不顾自己路上会很辛苦的珍妮，下山时还扛着几根芭蕉树干，只是为了能有着多一些的收入，来改变现在比较困难的生活。既然已经没有了丈夫的疼爱，那就只有自己坚强的去生活了。
回到家将屋子整理一番后，珍妮就开始向着集市出发。虽然还要徒步20多公里才能到达集市，但是一想到能有些收入来维持生计，珍妮的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努力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，刚好在半路就遇到了个老奶奶，看到珍妮的东西还很新鲜，就全部购买了下来。有了收入的珍妮脸上一直挂着笑容，心情愉快的她购买了几袋方便面，打算今晚给孩子们加餐。心情愉悦的她一路上哼着小曲，只要孩子能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，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有了昨天不错的开端，今天的珍妮打算继续去野外寻找可以贩卖的野外食物，一路上不断的进行搜索，终于发现了可食用的野果，就是目前还没发现有人贩卖过，不知道这种野果有没有市场需求。但是此时的珍妮也顾不上太多了，只能是先带到镇上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母子3人就收获了满满一地，随后各自背着竹篓就朝着遥远的镇上赶去，找到一处还算不错的地段，摆起了摊位。此时的珍妮心里很没底，好在镇上的人对这种野果很喜爱，加上珍妮的价格开得很低，野果的反响异常的好，客人一波接着一波，络绎不绝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一扫而空了。今天的收入异常的好，心情大好的珍妮带着孩子来到服装店，打算给孩子置办几身新衣裳。就算日子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，哪怕自己艰苦一些，但是也要让孩子吃好穿好。母爱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伟大。看到换上了新衣服的孩子那么高兴，珍妮心里充满了欢喜的自豪感，相信只要自己一直的努力下去，母子3人的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。隔天天刚亮，在家收拾好的珍妮带着孩子照常出去今天的劳作。昨天卖野果的时候和客人打听到，镇子上有一户商家在收芭蕉叶，这对珍妮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毕竟也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昨天的野果。徒步了10公里的她终于到达了目的地，这座山头上长满了野生的芭蕉树，这可把珍妮高兴坏了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收集了起来。毕竟这可是今天唯一的收入来源，而且她还有个别的伟大计划，就是想让2个孩子继续回学校接受教育。再穷不能穷教育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为了孩子以后不过上自己现在的生活，珍妮心里暗暗的咬牙坚持。想到这里，手下的动作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大儿子轩轩也懂事的在一边帮忙，虽然自己还小，还没什么多大的能力，但是只要自己能多做一点，母亲就会少一些辛苦和艰辛。这种简单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。收集了一上午的珍妮感觉应该够了，毕竟再多的话自己也背不下山了。大儿子轩轩主动的承担了一点重量，母子3人一起朝着镇上赶去。经过了3个多小时徒步，终于走到了芭蕉叶的收获地。尽管这一路负重走来的很辛苦，但是当芭蕉叶能兑换成钱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珍妮没有忘记今天的计划，带着孩子2人来到镇上的文具店，选购着上学穿的新鞋子和新书包。这2个书包虽然可能很便宜，但是它承载着一位母亲的希望。可能孩子的成绩会不怎么样，但是起码读书它能改变命运。第2天一大早，珍妮带孩子洗漱完，穿上前天刚买的新衣服，并吃过泡面早餐后，就要送孩子接着去上幼儿园了。由于之前被家暴男赶出来的时候，2个孩子已经是报名在读幼儿园了，这让珍妮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要不然现在一穷二白的她，完全没能力去承担孩子的学费。看到重返学校的轩轩和圆圆，老师打心眼里也很是高兴。回来的路上，珍妮看着河水，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起来。每天带着孩子在水里走来走去的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当地的雨季了，到时候河水变得湍急会发生危险。想到这里，珍妮打算在这里架一座桥，毕竟孩子的安全大于一切。幸好附近就有着许多的竹子，将几根足够长的竹子搬运到河边。随后珍妮开始清理起河内不平整的石头，刚好还可以将石头堆叠在一起，充当桥头的堤坝。尽管这些石头又重又沉，但是为了孩子以后能安全过河，一切的辛苦都会是值得的。现在就将先前搬运下来的竹子平整的支撑在2边的堤坝上，作为可行走的桥体，去除掉多余的长度，平整的分布在一起就好。担心孩子会滑倒的珍妮，还找来树枝搭在竹子上，利用铁丝进行捆绑起来，这样一个简易的桥就做好了。珍妮的心里很满意，虽然自己很累，当忙完这些的时候，差不多也要去接孩子放学了。放学看到母亲的兄弟2人，心里充斥着开心与幸福。母子3人一路有说有笑地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当2个孩子看到母亲特意为了他们搭建的这座桥时，都争先恐后地争着过河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以后终于可以不用摊着过河了。母爱真的好伟大。最近的这段时间，当地的雨季快来临了。趁着今天周末，孩子也不需要上学，珍妮打算带着孩子把家里进行升级，不然到时候雨季真正来临的时候，孩子两人会有着感冒生病的危险。毕竟孩子还很小，抵抗力还没那么强。将竹子片出足够多的竹片，随后将竹片卡在竹子上面，通过正反交汇的方式编制成竹门，等下只要安装在窗户上就好了。就在珍妮忙着升级新家的时候，当地的自发组成的慈善援助小组突然登门拜访。由于珍妮母子三人的故事已经在镇子上流传了开来，当地的几名高中生听闻了她的故事，纷纷感叹心疼作为母亲的不容易，自发的掏腰包给珍妮援助一些物资。虽然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但是只要能帮助到这位伟大的母亲，一切就都是美好的。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。孩子二人吃得很开心，离开了家里那么多天，终于能吃上零食了。经过了这么一个小插曲，珍妮心里充满了感动，心里也越发的更加坚定。只要一直勇往无前的坚持下去，母子三人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好。想到这里，干起活来都美滋滋了不少。经过了一整天的忙活，新家终于升级完成了，这样就算是下大雨都不怕了，生活也越来越有了盼头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将孩子带过河之后，就让大儿子轩轩带着弟弟去幼儿园。虽然心中满是担心和不舍，但是这是在锻炼轩轩的独立性。没办法，穷人的孩子就是这样。昨天珍妮提升了家的防水性，考虑到以后要在这里长久的居住下去，没有卫生间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，当即决定再打造个卫生间出来。选定了一个位置，珍妮就开始挖掘了起来。由于现在的地面凹凸不平，还需要先进行地面的平整，这样才方便接下来的搭建工作。新家附近的竹子可以用作搭建的材料，这少了很多珍妮搬运材料的时间。在修整好的地面4个角落都掏出基坑，将竹子插入基坑内充当主力结构柱，随后将竹子横架在结构柱上，并用铁丝加以固定就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卫生间的框架结构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自从被家暴男赶出了家门之后，坚强的珍妮什么都在尝试着做，毕竟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了。现在只需要按照之前的老办法，将竹片正反交汇的编制成竹墙，随后固定在卫生间的框架上就好。这种方法简单实用，还带点美观，只能说珍妮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只要将瓦片安装在屋顶，一个精美的卫生间就打造好了。坚强的珍妮还在旁边围了个小笼子，等明天工作赚钱了，去镇子上购买一些家禽回来养着，这样等以后就能给孩子补补营养了。真不愧是坚强的伟大母亲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照顾好孩子。隔天一大早，还没等孩子去幼儿园的珍妮背上了竹篓就出发去劳作了。因为这几天都在升级着新家，已经好几天没收入的她心里很不安。前几天在收集粽子叶的时候，发现附近有着一些野生的香蕉，她打算收集一些去镇子上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便宜的卖出去一些。毕竟微薄的收入也是收入，家庭的支出还是要维持好的。直到竹篓已经彻底装不下去了，珍妮这才舍得往镇子上赶去。现在正是镇子上最热闹的时候，她找到一处摊位就开始摆了起来。由于香蕉来源没有什么成本，所以珍妮把价格卖得很低廉。等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候，珍妮就把一竹篓的香蕉都全部卖光了。稍微有点钱在身上的她这才有些安心。看到有卖杂物的摊子，珍妮想都没想就购买了一些回去给孩子2个人。母爱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伟大，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孩子。随后精心挑选了几只小鸭子，等以后小鸭子们都长大了，又可以卖钱，又可以给孩子补补营养。想到这里，珍妮急匆匆的就往着家里赶去。一天都没见到母亲的兄弟2人，老早的就在河岸边等待着母亲了。看到母亲的那一刻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将鸭子放进鸭圈里，珍妮才放下心来。经过了珍妮那么多天的努力，母子3人的生活也在慢慢的越过越好。这种感觉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坚强的母亲珍妮真的好棒。今天的珍妮带着孩子2人将家门口的空地进行了平整，因为地里埋藏着太多的石头了，要是不及时的清理干净，孩子玩耍的时候就容易摔倒，到时候磕碰到哪里就不好了。就在母子3人愉快的忙活着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家暴男喝完酒发着酒疯找上了门，他听说了珍妮在外边带着孩子，日子在慢慢的过得越来越好，心里嫉妒的他打算把孩子抢回去，让珍妮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对他不服从自己的管教进行报复，真的是太令人气愤了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。但是这回的珍妮勇敢了起来，
她不再像之前一样的逆来顺受，母爱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她发狂般的驱赶着家暴男，不想孩子再回去接受她的摧残。当初被她连打带骂的赶出家门，这回她说什么都不会妥协了。赶走家暴男的珍妮回来，不断的安慰着受到惊吓的孩子。经过了这么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，珍妮心里越发的觉得，当初离开家暴男的决定是对的。为了2个孩子能健康的成长，就算现在的日子再怎么辛苦，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第2天，太阳照常升起。虽然经过了昨天恶劣的事情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。照常送完孩子过河的珍妮，精心的喂养了小鸭子，就开始了今天的劳作。她打算把后院的这块空地开垦出来，种上一些蔬菜，到时候有收成了，就可以到镇上去进行贩卖，来换取母子3人的生活费了。当初选择新家地址的时候，细心的珍妮就考虑到了这一点，所以现在的她干劲满满。好在这里的地质还算肥沃，到时候收成应该不会很差。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孩子放学的时间，看到母亲在辛苦劳作的2兄弟，二话不说也加入了其中，真的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本该是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才对，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只要能和母亲在一起，再苦的日子他都是甜的。这种下去的蔬菜又何尝不是母子3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呢？隔天一早，给孩子煮完泡面早餐，珍妮就迫不及待地去照看家禽，给昨天种下的蔬菜浇水，细心地照顾着母子3人的希望。将孩子2人送上学后，珍妮打算外出劳作，换取今天的生活费。前几日连续的下雨，导致一些废弃水坑里的田螺泛滥成灾。珍妮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，带到镇子上面去贩卖。将水坑里的水往外引之后，现在只要等待水流干就好。野外的水坑常年无人关顾，导致这里的田螺异常的多。珍妮捡的那叫一个开心，一捡一个不吱声。她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能多捡一些就是一些，这样就能卖出更多的钱，给2个孩子带去更好的生活了。想到这里，珍妮的动力满满，手上的动作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没想到这里不仅田螺很多，河蚌也异常的丰盛。珍妮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，迫不及待的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就往镇子上赶去。虽然离镇子的路程还有着2个多小时，但是此刻的她内心是高兴的。找到一处还不错的地段，就摆起了摊位来。因为这里没有大海，都是一些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，所以河鲜算是当地人比较喜欢的食物。加上这个季节的田螺很肥，来购买的客人络绎不绝。不一会儿的功夫就一扫而空了。有了钱，生活才有了底气。虽然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有了钱的珍妮购买了充电的电灯，晚上家里就再也不会黑漆漆的了。希望他们母子3人的日子能越过越好。经过了这段时间珍妮的努力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着。大儿子轩轩在教弟弟写字认字，加油轩轩，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后院的小鸭子们也在茁壮的成长，种下去的蔬菜长势也很好。珍妮真的又坚强又厉害，把一切都打理得很好。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家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面。将家里的家务都打扫好后，珍妮带着2个孩子外出劳动，来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。好在家附近的野生柚子已经熟了，今天家里的收入也就有着落了。挑选了一些个头大一些的，到时候带到镇子上去贩卖。很快的功夫，母子3人就收获了满满一筐。此时的天空刚好也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，刚好下着雨的这段时间，才能让辛苦的珍妮停下来歇歇会儿。雨过天晴之后，珍妮嘱咐好儿子2人乖乖的在家待着，自己背上了沉甸甸的竹篓，就向着遥远的镇子上赶去。为了能换取些微薄的收入，珍妮不辞辛苦的一直在付出着，只是为了能给孩子2人带去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。虽然今天像往常一样生意很不错，那是因为珍妮把价格卖得很低的原因，所以全部都把柚子贩卖光了。但是换取过来的收入并不高，没办法，不可能事事都很顺利。希望明天能有个不错的收入吧，只要自己能一直的坚持下去就好。